蓝忘机被那翻墙少年气得脸色发白，他道：云深不知处敬酒，罪加一等。那少年无奈地一摊手臂，你不如告诉我，你们家究竟有什么不敬？蓝忘机伸手将少年拉至规训石前，自己看。谁会去看这种东西啊？那少年习惯性的要摊手，却发现自己某只手腕抬不起来，一低头，那手腕正在蓝忘机手里，于是他道：撒手啊，这位公子，拉拉扯扯成何体统？手里掐着的腕子还在不停扭动，蓝忘机耳朵发烫，甩开他，怒道：不知羞耻！当年那人的话还回响在耳畔，若娶了我家阿英，便不可再另娶他人，也不可再对其他人动手动脚了。那少年疑惑道：你说清楚，我怎么不知羞耻了？蓝忘机沉默不语。那少年喋喋不休：况且是你先动的手，要论不知羞耻，还是放在你身上更恰当吧。再说了，两个大男人拉个手罢了，谈何不知羞？我还经常同人一道光着身子下河洗澡呢。你，你干嘛？说不过就动手吗？把剑放下！你怎如此暴躁？我还带着酒呢。蓝忘机恼羞成怒，地沉直戳酒坛。那少年身轻如燕，往后退着躲了几招，旋即飞身而起，落回了他刚爬的那面墙。再过一步，便是云深不知处境外了。蓝忘机果然停了下来。那少年摇头道：你这小古板，不就2坛酒吗？你至于吗？蓝忘机道：云深不知处敬酒，既已至此，理应遵守家规。那少年扶额说道：你们云深不知处，当真是古板扎堆的地方。好，云深不知处内敬酒，那我不进去，站在墙上喝，不算破禁吧。然后那少年抬手咬开封泥，一口将那坛酒干光，堪称牛饮。蓝忘机更坚定了参与此次听学的想法。蓝曦臣夜巡归来，正待回房休息，路过藏书阁，却见里面烛火未熄。他推门而入，便瞅见他那贵为仙门弟子楷模的弟弟正倒立着自罚抄写家规。为何他能瞧出是自罚？蓝曦臣别的不敢说，但若论及这个弟弟，他敢说现在即便是他父亲也不及他了解的深。他问：忘机，发生了何事？蓝忘机答道：静心，今夜我未守诺言，于他不忠。蓝曦臣发现自己有点不懂这个弟弟了。第二日，蓝忘机早早便到了蓝氏，直到讲学时辰将至，门外才隐隐有喧哗之声传来。蓝忘机听昨晚那少年洋洋道：怕什么？不是说蓝湛从小就是神童，这么早会，他叔父教的东西肯定早就学全了，整天闭关修炼，哪有空盯着我？那少年瞧见他，便立即收了声，仿佛被传染了一般。一群少年都静了声，默默地进入蓝室，默默地各自挑了位置坐好，默默地空出了蓝忘机周围那一片书案。只听另一少年悄悄对昨晚那少年说：盯上你了，自求多福吧。这少年冥顽不灵，蓝忘机心知他断不会是那种因为有人盯着便会老实的人。果不其然，叔父讲了没多久，他便有了被什么东西牢牢盯住的感觉。视线的来源正是那少年的方向。蓝忘机心想：看我作甚？而家规又不允许他在此等场合回头询问。就在这时，蓝启仁也发现了盯着他宝贝侄子一动不动的少年，他把卷轴一摔，冷笑道：刻在石壁上，没有人看，所以我才一条一条复述一次，看看还有谁借口不知道而犯禁。既然这样也有人心不在焉，那好，我便讲些别的。蓝室里几乎所有人都低下了头，眼睛盯着课本瑟瑟发抖。蓝忘机听他叔父道：魏婴。那少年站起来：在。魏婴？哪个魏？哪个婴？蓝忘机恍恍惚惚，待回过神来，魏无羡已经滚了。他叔父似乎被那个魏婴气得不轻，他一甩袖子，令与魏婴相熟的另一名少年传话给他，大抵是让他抄家规一类的内容。蓝忘机皱眉：叔父过于严苛了，以往对于世家子弟，即便那人再如何顽劣，也不至于罚得如此之多，除非那人将来要嫁进蓝家。蓝忘机握拳，手心渗出细细密密的汗液，对于那人当真是与他有婚约的魏婴一事信了7、8分。
带下了学，蓝忘机向蓝启仁要了此次听学弟子的名册，果然见云梦将示一栏里有魏婴二字。果然，定亲已过10年，如今我们2人都已满15岁，确实到了双方见面的年纪。他松了手，心里庆幸，昨夜惊鸿一面，映在心里的那个少年，其实早就与他拴在一起了。只是这魏婴明知自己有了婚约，还与其他男子勾肩搭背，甚至同人一道光着身子下河洗澡，这般不守规矩，叔父罚的还是轻了。思及此，蓝忘机起身往蓝室外走。魏婴与他有婚约，他于情于理应当在他身边，不离寸步，罚抄家规一事也当由他来看管。蓝忘机寻了一会儿，向着最为喧闹的那处走去。魏无羡正被一群少年包围着，说着什么话。魏无羡道：不抄。一个灰衣少年抢道：我给你抄，我给你抄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说吧，有什么求我的？灰衣少年道：是这样，魏兄蓝老头有个坏毛病，他……蓝忘机就知道魏无羡不会如此老实的去抄家规。聂怀桑逐渐消声，魏无羡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便发现了蓝忘机。蓝忘机立于树下，面如冠玉，风采高雅，斑驳的树影洒在他身上，人显得有些不那么真切。魏无羡撇了撇嘴，虽然不想承认，但是蓝忘机确实比他好看那么一丢丢。他想起昨夜蓝忘机的反应，抓了别人手腕，耳朵还要红上一红，这小古板实在有趣。魏无羡正想着上前调笑一番，忽觉周身渐冷。他抬头一望，蓝忘机正用一种一言难尽的眼神瞅着自己，那眼神仿佛……魏无羡斟酌着词汇，仿佛被人调戏了老婆。乖乖，这什么深仇大恨？如果没记错，这姑苏蓝氏双璧应该都还尚未娶亲吧？按理说他们认识不到1天时间，蓝忘机这人他也不熟，他有何变化也不应该是自己发现。可这蓝忘机的眼神真的是一言难尽。魏无羡感觉蓝忘机有点不对劲，这不正常啊！活了整整15载，素来不羁的魏某人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。他回想着自云梦到姑苏自己干的事，愈发疑惑不解。他这一路是绝对的老实守己，安良本分，每要与小姑娘搭话，都被江澄及时拦了下来。进了云深不知处以后，更是连女修的影都没瞧见一个，也因此他断不可能调戏蓝忘机的道侣。蓝忘机那眼神着实吓人，魏无羡慢慢停了脚步，不敢往那边靠了。说来也怪，他一停下，蓝忘机那里传来的冷气较方才仿佛更甚了。魏无羡僵在原地，去也不是，不去也不是。他心想，蓝二公子，您究竟想怎样？所幸蓝忘机也并未待太久，许是觉得魏无羡当真无药可救了，没过多久便拂袖而去。江澄问道：你又把他怎么了？魏无羡道：我发誓我什么都没干。江澄冷笑道：什么都没干，他看你那眼神，活像你调戏了他老婆。魏无羡惊出一身冷汗，心道：原来不光我一人觉得如此。再问其他同窗，皆如此认为。聂怀桑唯唯诺诺的没有答话，不是他不想答，他怕说出来魏兄打他。可蓝忘机瞧魏兄那眼神，就像是在瞧自己出了轨的老婆啊。见识了云深不知处的食堂后，魏无羡决定把姑苏蓝氏列为他最敬佩的世家，没有之一。他夹起一黑褐色长条状硬物，不确定地问道：江澄，这玩意儿是树根吗？江澄一木着脸：是吧？云梦人喜食辣，口味都重得很。姑苏蓝氏的伙食，不是能淡出鸟的绿色青菜，便是那苦出天际的黑色药汤。他2人是最受不得此等折磨的。魏无羡愁眉苦脸，掉头去寻聂怀桑。他们昨日才抵达姑苏，而这位清河二少可是留了几年学的，他不信这几年聂怀桑能老老实实的喝药。魏无羡回头，只见清河二少做贼般的自衣袖里掏出点什么，撒菜里吃几口菜，又掏出点什么，含嘴里喝一口汤。魏无羡大声喊道：聂怀桑，教调料不杀。聂怀桑被他吓得呛了一口汤，剧烈的咳嗽起来。食堂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过来了。
少年们本就被这药汤子折磨得愁眉苦脸，一听聂怀桑私藏调料，这还得了，纷纷学着魏无羡叫嚷道：“交调料不杀！”着了急的，比如魏无羡和江澄，已经准备着上前抢了。